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最近在开发的软件。这款软件的名称呢叫做 Somewhere。软件的这个官方说明是用英文来写的啊，现在还没有中文翻译。不过我在这一次的展示中会尽可能详细的把比较重要的功能都涵盖到。首先介绍一下这款软件是用来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而言，像我个人呢，平时喜欢在网上下载一些图片，看到的好看的好玩的，或者是我觉得具有参考意义的图片，然后方便我以后自己在创作的时候获得灵感。举例而言，我这边有一个文件夹叫做 reference，这个文件夹里面储存了我平时搜集的一些但这里面只是一小部分那个参考图片，其中一张呢，假如这一张就是具有日本风格的一张室内的这种照片。在传统的文件夹系统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管理很多这样的文件啦，我们一般会创建一些文件夹，例如管理 architecture。我们就会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 architecture， 然后如果在 architecture 文件夹里面，我们既有中国的 architecture， 又有例如这个亚洲的 architecture， 又有日本的 architecture， 我们可能就会在 architecture 文件夹下面创建一些子文件夹，称之为 Japanese、Chinese 或者是 European，OK，然后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假设我有一张图片，例如刚刚看到，或者我们找一张别的，例如我们看一张这张，这一张图片是一张 voxel 风格的这个 3D 渲染。那这张图片像我的话呢，我既可以把它放在建筑设计里面，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voxel 渲染的文件夹下面，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一张具体图片而言，把它放在建筑设计里面可能不是很恰当，因为它不是很符合这种现代建筑设计那样一种严谨，对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讲，这张图片的确是一种建筑作品，具有风格化的建筑作品，对吧？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希望可以怎么样呢？我希望我以后找这张图片的时候，既可以通过建筑这个线索来找到这张图片，也可以通过这个 3D 渲染这样一个线索来找到这样一张图片，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想要使用传统的文件夹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只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呢，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你只有创建一个建筑文件夹，在建筑文件夹下面，你可能新建一个子文件夹，叫做这个 voxel 风格的建筑 ，OK， 然后你以后想要找这张图片，你就先去建筑文件夹，然后再去建筑文件夹下面的 voxel 风格建筑的子文件夹下面去找到这张图片。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在 Windows 里面还不是很方便。如果你在 Linux 下面的话呢，你可以创建一种东西叫做 symbolic link。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文件可以放在两个不同的文件夹下面，但是呢，都引用到同一个文件，对吧？但在 Windows 下面，你只有通过 Command Line 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就不是很方便。那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就开发了这款软件Somewhere 这个功能，这个软件呢，跟这个跟 Windows 下面已有的一个 feature 很接近，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 Windows 底下，如果你查看一个多媒体文件，在这个 Details 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允许你添加一个东西，叫做 tag， 但是我一时半会儿怎么找不到了？创建一个叫做 tag 的东西，这儿，对吧？所以 Somewhere 这款软件的这个灵感呢，就是说，这个 instead of 创建文件夹，我们呢给文件添加 tag， 然后我们以后要找文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根据 tag 来对文件进行 filter， 这样子的话就不用一个个点到文件夹里面去找文件了。OK， 我等会儿会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这个例子来展示到底这是怎么工作的。OK， 首先是这个软件去哪里下载？在这个首页上 somewhere 到 totalimagine.com 呢有一个链接连到了 GitHub，
然后如果大家去 GitHub 呢，底下这个 scroll down 呢会有 overview， 下面呢会有说 how to install it，OK，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下载这个软件你目前有2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你直接去这个 repository 的 release 下面进行下载，但是呢这个 release 是不定期更新，有时候就延迟比较厉害，例如现在最新的 release 好像是这个 Gamma 版本 ，OK。V 0.1.0， 但其实这个版本已经落后最新的这个更新好多代了，所以这个不推荐从这儿下载。Instead 呢，不好意思点错了 ，Instead 呢，直接去这个往下滚动到下面有一个地方，这儿有个 link，OK， 这个 link 呢连接到了我的 OneDrive 上面，然后在这个 link 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文件呢，是我每一次任何一个 bug 修复啊，或者是添加一个新的 feature 啊，都会立即更新的。OK， 在这儿大家点 download 下载，这个下载下来的压缩包呢，差不多有一个100-200个 MB。哎，下载好之后，大家把这个下载好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下载的文件夹解压之后呢，就会出现这样一些文件 ，OK， 这里面大概有75个 item，OK， 目前这里面有75个 item， 加上这3个这个文件夹，然后你们把这一个解压的文件夹放到一个你们比较就是你喜欢的地方，例如把它放到 C 盘的 applications 文件夹下面，像我的话呢。我把它放到 C 盘 application 下面的 somewhere 文件夹里面，所以我的应用程序储存在我本地的这样一个位置 ，OK， 这是第一步。然后这一步完成了之后呢，把这一个路径给记录下来，然后在 Windows 下面召唤这个修改环境变量 ，OK， 你直接敲 Windows， 然后搜索环境变量，搜索 path 就可以了。然后在环境变量这边呢，这一步稍微有点麻烦，但这一步只要设置一次，然后你以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OK， 在环境变量这边有一个变量叫做 path 路径变量。OK， 路径变量之间呢，你新建一个路径，然后把你的应用程序的这个实际路径放到这儿来。OK， 那这一步其实在做什么？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你从网站上下载了一款应用程序，它会给你一个安装包。安装包做的事情就是会自动把这个路径放到这儿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Somewhere 不提供一个安装包，因为它是一个绿色软件，这样子你就不依赖一个安装包，你想要放哪边都可以进行执行，对吧？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你就得手动把这个路径放过来。OK， 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放好了之后。或者 Somewhere 有2种应用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使用这个 Command Line 命令提示符来进行操作。第二种方式呢，是使用这个它的窗口界面进行操作。我们会先介绍一下这个 Command Line 的界面，然后再介绍窗口界面。那使用 Command Line 界面，直接用 Windows 2，就是说用这个 Win 2这个键，你可以打开这个窗口，然后输入 CMD， 然后你就可以打开你的这个命令提示符，对吧？然后如果你按照我刚刚说的，把 Somewhere 的应用程序目录添加到了那个 Path 环境变量下面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SW 或者 Somewhere，OK， 就是 SW 是 Somewhere 的一个缩写，你可以使用 SW 来直接执行它的这个什么 Command Line 的 interface。OK，Command Line 的用法呢，就是说你首先写 SW， 然后空格，后面写你想要做的事情。例如，你可以添加文件啊，你可以移动文件啊，你可以删除文件啊，你可以添加 tag 啊，干嘛的 ？OK，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使用 SW help 可以看到 Somewhere 到底提供了一些哪些 command 可以使用。在这边比较重要的 command 呢 ，command 分为好几类。第一个就是对文件进行管理的，因为 Somewhere 的功能就是给你的文件添加 tag 啊，这个修改 tag 啊，这样一些功能嘛。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类，其实只有4个 command 你需要记住。第一个呢，就是
添加文件，第二个呢创建笔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等会儿我们会详细介绍。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MV 是移动文件，也就是重命名文件的意思。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删除文件 ，OK。然后就这4个功能可以帮助你来管理你的文件。说到这儿，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 ？Somewhere 这个软件它要求一个叫做 Home， 就是它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呢，都是操作在一个叫做 Home 的文件夹上面的。就是说，假设就以刚刚的这个 reference 为例 ，Somewhere 会创建一个叫做 repository 的东西，在这样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所有的文件管理呢，都是相对于你的这个 home 这个文件夹的。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reference 可以把它创建为一个 home 文件夹，然后你的所有文件呢，都是就是相对于这一个文件夹再进行管理。这个概念马上给大家介绍到底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呢去到这个桌面上来 ，OK， 然后在桌面上我刚刚已经创建了一个文件夹叫做 tutorial，OK， 然后我们去 tutorial 里面，现在 tutorial 里面有一些这些乱七八糟的文件，我们把它都给全部给删了。我不会用 command 删，我来用这个微软来删吧。到这个地方，到 tutorial 文件夹下面，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删掉。OK， OK， 我这边这个刚刚开了一个，把它给关掉，全部都给删掉。现在我们有个空的文件夹。假设我们以后想要就使用这个文件夹来管理我们所有的文件。这个所有的文件呢，取决于你具体是想要做些什么。例如在这样一种情况，在这边我想要管理我的这些参考图片，那么首先我们做 SW new， 这个指令可以在你的文件夹下面创建一个 home repository，OK， 它会创建一个文件叫做 home.somewhere， 这个文件就代表你的这个 tutorial 文件夹是一个 home 文件夹，也就是说这个 tutorial 文件夹是 somewhere 进行管理的 ，OK， 那么你以后如果想要给任何文件添加 tag， 你得把你的文件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才可以。OK， 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做的好处是你所有文件呢都在一起，然后你如果想要把你的文件跟别人分享，你直接把整个 tutorial 文件夹拷贝粘贴给别人，别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而不需要说因为所有路径都是相对的嘛。OK， 然后这个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个 command， 你使用 swdoc。Doc stands for documentation，OK， 可以生成一个这个说明文档。在这边我们说，假设我们给大家名字说明文档的 txt，OK， 然后它就会在你的这个文件夹下面生成一个说明文档 ，OK， 说明文档这个文件呢，你就这个文件里面含有对 somewhere 各个指令的具体解释。例如我们刚刚用 swhelp 可以看到这个 add， 假如你不知道 add 到底怎么用，你可以用 swhelp add， 然后它会告诉你 add 这个指令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呢，你也可以，现在我们生成了这说明文档之后，你可以直接使用一个 command 叫做 swread， 说明文档的 txt，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就写了这个各个指令的详细的信息。这个就是个普通的 txt 文件了。你如果使用微软的这个 Notepad，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文件，把这个 somewhere 的说明给 dump 出来。OK，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个之后，现在说，使用 somewhere 来管理文件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使用 swAdd command。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 add 说明文档的 txt， 那么它就会告诉你说，说明文档这个文件呢，现在已经添加到你的数据库里面了。OK，
刚刚我们数据库刚刚创建的时候，话说这个 home 点 somewhere 就是一个数据库了。刚刚我们数据库刚创建的时候，里面是0个文件。现在我们把说明文档加进去，所以我们数据库里面有1个文件。你可以使用 sw files 来看当前数据库里面有哪些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刚刚只装了1个，那么所以数据库里面只有1个文件。OK， 然后举个例子，假如我现在有这样一张图片，我从网上下载了这样一张图片，然后我现在想要用我的 somewhere 来管理这张图片，你就把这张图片拷贝到或者是粘贴到你的 home 文件夹下面去，然后你这个时候如果使用 sw status 当前状态，你可以看到它会告诉你说有一个新的文件 ，OK， 这个文件还没有被你的数据库来进行管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你想要让 somewhere 来管理的文件了，你得告诉 somewhere 你想要让它来进行管理，不然的话呢，它还是普通的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来进行管理的。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 sw add 32这个玩意儿，然后你之后再用 sw status somewhere 就会告诉你说，用你的 disk 上面你的这个磁盘里面有2个文件。OK， 但是啊，没有任何新的文件，因为你2个文件呢都已经被你保存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你如果用 sw files， 你会看到你的 database 里面已经有这2个文件了。OK， 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一旦你熟练之后都很方便。然后现在说到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你的文件添加 tag。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里面是什么？这个图片画的是千与千寻的一张图片，对吧？那你传统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想要管理这张图片，你会怎么办呢？你可以创建一个文件夹，说动漫 ，OK， 然后在动漫文件夹下面，你可能再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千与千寻，对吧？千与千寻，然后你把刚刚那张图片放到千与千寻里面去。但如果你使用 somewhere， 你就不这样做了啊！我刚刚把那个文件夹给删掉了。你这样，现在你有了 somewhere。你 somewhere 已经管理这张图片了，你可以直接给这张图片添加 tag。怎么添加 tag 呢？ sw add OK 320264，然后给它个 tag 千与千寻，然后你再用 sw files， 你就会发现 somewhere 不好意思，刚刚我用错了这个 command。刚刚我用错了 command， 刚刚我想要是给它添加 tag， 但我输成了添加文件然后它会尝试添加这2个文件，但因为第2个文件不存在，所以只能添加第1个文件，但因为第1个文件已经在 database 里面，所以他说你已经添加这个文件。如果想要给文件添加 tag 啦，你的这个正确的 command 不好意思，所以说这个 command line 其实不是非常好用但是很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对吧？这个为什么很必要，就有机会再给大家解释。这个地方用 tag 来给这个文件添加 tag， OK， 添加一个千与千寻的 tag， 然后添加好之后，它就告诉你说 file has been updated with a total of 1 tag，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现在总共只有1个 tag， 它 tag 是千与千寻。然后你使用 somewhere files， 你就会看到，这个文件多了1个 tag。然后然后这就比较有趣的地方了。如果你是传统的文件夹的话呢，你只能给它1个文件夹，对不对？但如果是 somewhere， 那你就可以给它添加很多。你可以说，不好意思，你给它一个 tag， 对吧？你可以给它很多 tag， 使用双引号和逗号来分隔很多 tag。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是动漫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图片，然后这个还是这个什么手绘风格，对吧？然后你就可以用 sw files， 你就发现这个文件现在你有这么多的 tag 在上面了。OK，command line 就介绍到这儿，然后我们就再也不用使用 command line 了。比较 exciting 的部分呢是使用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窗口界面。打开窗口应用程序呢，你有2种方法。第一个呢是使用 somewhere desktop 这个 command 来打开这个窗口，另外一个方法呢，你使用 SWUI 来打开这样一个窗口 ，OK， 这样一个窗口应用程序。另外一种方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直接压根不使用 command line，
你直接双击你的 home 点 somewhere 就可以打开它的这个这个窗口了。话说，如果你是这个第一次安装 somewhere， 那你直接双击是肯定没有办法打开的，因为这个后缀名 Windows 是不认识的。OK，Windows 会出现这个窗口，说这个文件没有见过啊，你想要怎么打开这个文件，对不对？然后你在这边做个什么事呢？你说在本地寻找另外一个应用程序，然后你 navigate 到你的 somewhere 的文件夹上面去，然后呢 somewhere OK，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找到 somewhere desktop 点 exe， 双击它 OK open 了之后呢，然后可以选择，然后你可以选择始终使用这个文件来打开 somewhere OK， 然后下一次你就可以直接双击打开了。双击打开之后，这个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到 Somewhere，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界面啊。Somewhere 里面有这个不叫 Somewhere， 这叫 Somewhere Desktop。Somewhere Desktop 目前分成7个面板 ，OK， 实际有用的面板呢只有3个比较常用的面板只有3个别的面板呢 Knowledge 尚在开发之中 ，NTF Search 也尚在开发之中 ，Log 显示了你所有通过 Somewhere 执行过的 command 和 command 的结果 ，OK， 这个就是帮助你这个有一个 history 这个 Somewhere 有一个尚在开发中的一个比较完善的 version control system， 就是版本控制，帮助你可以这个知道你的文件在不同的时间都做了什么样的修改。但这个功能呢，现在还没有完成，以后再说。然后第7个面板说你这个里面的一些提供了关于你这个 report 的一些背景信息，例如说这个版本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比较重要的说了，这个 inventory 这个面板记录了你当前所有的文件 ，OK。然后你如果单击一个文件啦，可以直接提供预览，它可以预览包括常见的各种媒体文件。图片之类的，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现在在刚刚我们添加千与千寻这张图片的时候，我们是从网上下一张图片，然后我们手动拷贝过来的。你如果使用窗口这个界面了，你可以直接使用 add 会允许你去直接选择这个它会允许你这个它跳出来这个窗口在录制窗口之外了，不过就是普通的一个选择文件窗口，在这样一个窗口里面，你可以选择本地磁盘上的任何一个文件 ，OK， 因为这边看不到，所以我就不通过这个方式来选择。反正就是通过点这个按钮，你可以添加文件，直接到你的 Home Report 里面去 ，OK， 这边举个例子。我们还是手动操作的，举个例子，假如我这边有一个视频 ，OK， 我把这个视频是从网上下来的，然后我把这个视频放到我的这个 Home Report 里面 ，OK， 然后呢，视频名字还比较长，我们直接拷贝一下，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Status，Status 界面呢，可以在这边直接使用一些 command， 但是就不需要那个，然后你就使用这个 command，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刚刚那个文件呢，已经被我添加到我的 Home Report 里面了 ，OK， 就是如果刚刚看的有点 confusing， 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从网上下载一个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放到了我的tutorial 文件夹下面，就是我的 Home Report 里面，然后我想要让 Somewhere 来管理，从此以后呢让 Somewhere 来管理这个文件，所以我得告诉 Somewhere， 让他来管理这个文件。那告诉 Somewhere 怎么告诉呢？你要么点 add，OK， 来点 add， 然后直接选择这个文件，要么呢你用 command， 对吧？你 command 你可以直接打开一个 command line， 也可以直接在这儿敲 command，OK， 这样子就不需要输入 SW， 你直接敲 command 的功能就可以了 ，OK。因为这个录制原因，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这个弹出来的窗口，所以我就手动加了。不管怎么样，加好之后，想说的一点呢，就是你可以直接点击，然后你可以这个预览这个。Somewhere 提供了简单的预览功能包括常用的图片网站跟视频都可以直接预览。然后这边我们就不看这个功能跳过来。然后你如果是单击就可以暂停它 ，OK， 单击就可以暂停它。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温故一下，你点 Help，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哪些 command，OK， 然后你可以用 Files， 这个跟
command line 是一样的，甚至这儿有个按钮可以直接帮你打开一个 command line，OK，就跟 command line 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在这边你可以直接进行一些常见的操作，因为有一些功能呢，比如你看 help 这边有很多乱七八糟功能，有些功能呢我还没有来得及放到这个窗口里面去，所以你有时候还是有一个 command 可以进行操作是比较方便的 ，OK， 不管怎么样，现在说到比较重要一点，现在我加了这个姑娘跳舞的视频过来，然后我想要给它加一个 tag， 例如我说这是一个参考的这个资源，然后这是一个 video， 然后呢这是一个 dance， 然后呢这个还是一个 beautiful girl，OK， 你看这样一个功能在平时传统的文件夹结构下你就根本做不到 ，OK， 然后你还可以说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了，然后你可以说 jhop，OK， 就是各种关键词你都可以添加进来，然后以后你如果想要搜索，等我再介绍搜索吧。好，现在就是说到这样一些功能，然后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功能，你还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在这个，大家注意到在预览窗口下面有一个 action 的输入框，在这边你可以使用一些这个 somewhere desktop。然后花了 Somewhere Desktop 就是现在这个应用程序的名称啊。Somewhere 是我一般用 Somewhere 来指那个 Command Line 应用程序，然后 Somewhere Desktop 呢指这一款指这个桌面应用程序。然后在这边你如果使用 Help， 你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一些 command。OK， 你可以使用 Help G 来看这个 G 这个 command 到底是干嘛的。例如 G 呢可以让你去一个网站。OK。在这边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 SW 意思就是说 switch to website， OK， 跳到某一个网站，例如在这边输入 SW 谷歌 .com， OK， 在这边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些简单的谷歌搜索，例如我在这边搜索某一个cute dog， OK， 然后你就搜到这个小狗，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如果是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然后左击这样一个链接，然后就会给你跳到第二个 Notebook Panel。在这个 Panel 里面，你可以添加一个链接到你的 Home Report 里面去。OK， 在这样的情况下，例如刚刚搜索的 Q Dog， 对吧？我给它一个 tag link dog cute。OK， 然后这个内容就是链接，然后你回到你的 inventory 里面，你就会看到你这个多了一个 item， 这个 item 呢就是就是你之前进行搜索。现在我假如把它给关掉 ，OK， 关掉话这边有一点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说像你添加链接啊这些都不会产生实际的文件。你看这边只有3个文件 ，GPU cache 不用管它，就是浏览器的一个缓存，然后只有这3个文件。你刚刚那个小狗的图片是直接存在数据库里面。现在我们双击打开数据库，然后你看到这个，如果你直接单击了，它会自动打开超链接 ，OK， 会自动打开超链接。这个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用Somewhere 来管理你的这个浏览器标签。OK， 如果你手动创建的话也是一样。假设我现在用浏览器，我自己在这边上网，然后我看到这个页面觉得挺好的，然后你可以拷贝这个链接，然后到 Somewhere 里面来，到 Notebook，OK，Notebook 可以帮助你创建这个笔记 ，OK， 所有的笔记都是没有实际的不会在你的磁盘上产生实际文件的，所有笔记都是存在数据库里面的。然后你用 F2 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笔记 ，OK， 你可以给它一个名字或者不给它一个名字，然后你可以给它一个 tag， 也可以不给它一个 tag， 然后这个呢是跟 JavaScript 相关的，然后你给它一个内容。笔记内容如果是链接，那么这个笔记以后就会成为链接。留在这儿有个笔记 ，OK， 它就会是一个链接，以后你点它就会自动使用浏览器打开这个笔记。然后现在介绍了这么多之后呢，这个就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现在重点介绍一下笔记这个功能。笔记这个功能里面有很多概念，我们先说最基本的功能。或者笔记系统是 Somewhere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就一时半会我说不清楚啊，所以就对吧？
用 F2 创建笔记 ，OK， 这个笔记就跟你平时使用有道云笔记啊，或者是 Evernote 一样的。你想要写任何东西 ，like to do list，OK，to do，OK， 你可以给它个名称说 to do，OK， 然后你说这个可以给它个 tag， 也可以不给它 tag， 然后你这边说by X write assignment，OK，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以后你在 inventory 里面你就可以这边看啊 ，inventory 跟笔记的区别是什么呢？笔记只会显示所有你创建的笔记，而 inventory 会同时显示一些文件啊，各种文件啊，网站其实就是笔记，会显示文件啊、视频啊这些东西。OK， 然后这个笔记只能够创建笔记，然后笔记也不提供很强大的搜索，笔记一般只能够进行这个基于文件名的搜索。OK， 如果你不给文件名，我把它称作为一个知识。OK， 知识这个概念呢，有机会再说。但是如果你不给文件名，就会被称作为一个知识。那么现在这个是你的笔记 ，OK， 你会注意到什么呢？这个笔记其实是支持一种叫做 Markdown 的 format。OK，Markdown format 可以帮助你快速的给你的笔记一些比较好看的格式，例如使用这个可以创建一个标题，使用这个可以创建一个副标题，使用这个可以创建一个 bullet list，OK，bullet list I 1 2 OK， 然后呢，你还可以使用写代码。如果使用3个这个符号，你就可以在里面写 void main return OK， 然后你如果回到这个页面去刷新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会以这个特殊的格式来显示你刚刚创建的这些内容。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快捷键了，例如你想要给东西加引号的话呢，你直接选中这些，然后加引号，它会自动帮你把引号加在它的附近。OK， 这个关于 Markdown 的所有的格式呢，大家可以使用 Alt F12、Alt F12 来看，这里面有关于 Markdown 的一些详细的说明。OK， 然后话说，如果你直接点 F12， 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常用的键盘快捷键 ，OK， 或者呢，你如果把鼠标放在这些按钮上面呢，如果这些按钮带快捷键，它也会显示出来快捷键 ，OK。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搜索功能。搜索功能，当你创建了 tag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使用 tag 进行搜索。OK，beautiful go，这个 repository 比较简单，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 repository， 就我自己的这个 repository。OK。现在你有这么多 tag 之后，你搜索就比较有趣啊。例如我今天假设我想要画个画，对吧？那我想要画一个手绘风格的画，然后我就搜索，这是我以前收录了所有的跟 painting 相关的图片，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内容还比较少，例如，然后或者点一下，你点进去之后，这个 tag filter， 你再点一下就把取消一个 tag filter。OK， 假设我想要做一个3D 渲染，那我们就可以搜索 render， 对吧？然后在 render 底下，我想要渲染一个跟交通有关的，那我就可以看到，这张渲染是跟交通有关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然后这个搜索除了这个使用标签之外呢，你可以在这边直接输入你的名称。如果你的文件有什么比较那个的名称的话呢，你就可以这边搜索名称。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 tag， 这个根据文件类型进行搜索，你可以搜索所有的这个 MP4 文件格式，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些文件格式。OK。你也可以呢 ，Note 指的就是你在 Notebook Panel 创建的所有的笔记，这里面我就只有这些 ，OK。然后呢，这个你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那什么，这个空白就是取消 filter，OK。然后你还可以根据名称或者是添加到 Home Repository 的时间来进行排序 ，OK。然后也可以反向排序 ，OK。然后这样子 ，OK， 这里面这个其实是一个3D 的小的东西了 ，OK， 然后这个功能差不多就完善了，大家以后可以自己去探索怎么使用，对吧？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 taste，OK， 就是什么呢？如果现在假设我这个话说另外一个想要打开 Somewhere 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到你的 C 盘。然后 applications 就我的文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吗？然后 somewhere 对吧？然后我点一下，
然后你找到你的 somewhere desktop， 不好意思 ，somewhere desktop， 你右键可以把它拼到 start， 就是 Windows 10的这个开始菜单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以后就可以直接在开始菜单里面单击或者双击打开这个应用程序也一样的。然后双击打开应用程序，它会问你说，这个你当前的目录下面没有一个 repository， 因为你双击打开的话，它会直接在你的应用程序目录下面，它会尝试着把你当前应用程序目录当做一个 home repository 嘛。但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这儿创建过一个 home repository， 它不是一个 home repository。那你有好几个选项，你可以说可以在这个路径创建一个 home repository 啊，或者说在别的路径创建一个 home repository 啊，或者说打开一个 home repository 啊，或者呢，如果你之前打开过别的 repository 呢，你看在这边就有一些历史记录 ，OK？ 因为我这边给大家打开一个Sketches，OK？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这个 Notebook 这个里面的一些额外的功能 ，OK？Notebook 一个额外的功能，举个就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taste， 就是说现在按 F2 新建一个笔记，我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我可以在这边直接写 JavaScript，OK？ 那在这地方写个 JavaScript， 例如我们这边说一个标题 ，OK？This is my JavaScript，OK？ 然后这边说 JavaScript 一个比较简单的 print a line，OK？ 然后你这边可以用刚刚给你这个是用 JSX JavaScript execution，OK？ 然后在这边输入假设这个 console.log， 这个是 JavaScript 里面的假设就是输出一行啊，就是这样一个指令 ，OK？ 然后你还可以做个什么别的事情呢？例如我们说draw a diagram， 然后然后这边说 JSX， 然后这边说plot，OK？ 然后你可以给它你想要画的 x 跟 y 坐标 ，x 1 2 3 4 5。然后5 4 3 2 1 ，OK， 然后就是见证骑士蛇，然后你点底下这个预览笔记，或者使用 Ctrl+Shift+1， 它会帮你跳到 Inventory tab， 然后预览这一个会输出的什么结果 ，OK， 然后如果你点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呢会渲染成一个网页 ，OK， 这个就是你的 JavaScript Notebook，OK， 然后你如果点底下的运行所有的这个每一行，就会发现，生成了一张表格啊，生成了一张图表然后如果你在写 JavaScript 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你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打开你浏览器，然后到你的这个 localhost 8088，或者你不记得这个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 D，OK？ 你用 help D 的话呢，可以看到 D 是干嘛 ？D 说 open网页的这个远程 debug 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重要，关键是你直接输入 D， 然后就是它自动在浏览器里面打开这个调试窗口，然后你如果输错，例如你在写 JavaScript 的时候，这个这个语法有错 ，OK， 然后你在 preview 的时候就不会正常显示，就没有你想要的结果。这个时候你在这边你就会看到，console is not defined， 说明你这个语法有错，然后你在这边就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console。Ctrl S 可以保存，或者 Ctrl S 可以保存。然后不过正常情况之下，所有你进行修改都会自动保存，所以没有必要去手动使用 Ctrl S 进行保存。然后你再点 Run All 的话，就会出现这个情况。OK， 那么这个 Thumbnail 的介绍呢，就先到此告一段落。除此之外，其实 Thumbnail 这款软件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是提倡使用标签来对文件进行管理，尤其是个人文件啊，因为个人文件的话就是比较多比较杂，使用传统的文件夹方式啦，你有时候就很不方便 ，OK， 就是尤其你文件多了之后就很尴尬，然后使用标签的话呢，就可以有各种好处了，然后我现在在开发的话呢，就是桌面，其实它的这个桌面窗口对平时生活学习都提供了很大便捷。然后这个，所以我最近开发的重点呢是，也不是说最近在上学，不过就近期类的开发重点呢是把它这些桌面功能尽可能完善，然后把那些
command 啊，如果我在想 command 有可能我会添加一些按钮，但其实没有必要添加按钮，因为你在这边可以直接执行常见的 command， 你也没有必要，对吧？没有必要说是非得使用按钮，因为敲鼠标其实也快一些。然后那什么，对，就是这样。OK， 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